拍的过程当中啊，你就是演员得告诉自己，千万不能太顺。如果太顺的剧，基本上都没什么水花。真事儿啊，我有一点体会，我有一些体会啊。有朋友说，那你现在拍那个拍那个收英雄，包括紫川那些顺吗？所以我跟你说，拍收英雄是我拍的最不顺的一个。我之前不跟你们讲过吗？当时就拍收英雄，就是当时给我拍的，差点要放弃演员这个行业了都。完了，爆了。有朋友说《安乐传》呢，不好说，因为《安乐传》好像拍的真的非常顺，但你说非常顺吗？但是也有一些就是也有，就是凡事我跟你讲，没有什么完美的。凡事没有完美的，你到每个剧组一定会有一些，就是这个可能是自己的一个细微感受啊，一定会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，多多少少都会有，不可能事事都顺你心。但是我觉得都是在我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的啊，都是这样子。我觉得，你要是按照我刚才说那个定律的话，《安乐传》这部戏，我觉得我拍的非常不顺，真的拍的非常不顺。我每次拍完我都特别不开心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么好的一部剧，我戏太少了，每天都不开心，拍就拍不够，哎，就是。有朋友提醒我了，说，对，宁哥，你在这个拍戏过程当中，你这个牙还肿了，对，太不顺了，太不顺了。你想想啊。我跟你讲是这么事儿，你看往前捋啊，《长歌行》那个戏，说句实话，咱不谦虚的说，浩都那个角色确实给我带来了很多新的朋友。但是你看我拍《长歌行》，朋友们，我开机第一天第一场戏被马踹了，啊，我开机第一天第一场戏被马给踹了，一个大飞脚踹我大腿根了。结果，你看那个戏，所以就很多人认识了我，一个大飞脚，真的不夸张啊！那是我进长歌行剧组第一天开机，就是第一天开机要工作了，我的第一场戏，我还没等演就被马踹了，我连一句词都没说呢，就是我刚准备上马就被人马踹了。有朋友说马没事吧？那个马呀有没有事我不知道，啊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事得祝他身体健康吧，啊。然后那个什么，所以呢，就是你看，好像是不太顺的，都会有一些好事发生啊。有朋友说，那你这个叫做马后炮吗？这不叫马后炮啊，这叫拍马屁拍到蹄子上了，还是什么？啊。对，有朋友说鼻子还被打了，是我拍这个《长歌行》，我就跟你讲，我受老了伤了。但是我在这说这个东西不是为了卖惨啊，我觉得作为演员来说，受点伤那都正常的啊，因为你演一个就是演一个武林高手嘛，你演一个侠客，演一个那个武功高强的人，所以习武之人难免说磕磕碰碰，对吧？有朋友说。你看我在长歌行其实受伤还挺多，相对来说受伤挺多的。第一天被马踹了，然后呢，有一天你记不记得有一场戏，就是那个我义父突然吐血了，然后呢，于是乎呢，我赶紧过去扶他，喊了一句什么备马，马上去什么什么什么地方，然后呢，结果我一瞬间给我义父背起来了，下楼梯就往那边跑嘛。
当时那场戏我也忘了，当时我衣服吐血嘛。然后呢，那场戏我刚一背他，我往下跑，然后于是呢，我准备跑出镜，就是跑出画来，就那场戏就结束了。结果我在跑的过程当中，地上全是那种鹅卵石大块的，我一脚踩到那个鹅卵石上了，直接脚脖子嘎一声，直接脚脖子嘎一声啊，然后呢，没办法，我得硬撑，我接着跑出去了。那天那场戏拍的脚崴了啊，崴的老狠了。你想我身上背个人啊，而且还跑，直接就崴了。崴完之后呢，那场戏还没完事儿，导演说你能不能就是刚才那个没太弄好，能不能就再跑一条？我也忘了当时是忍着疼痛，还是说我当时忘了疼，然后呢，我就确实就弄了一下。当时对鹅卵石啊，就那种圆的啊，受这么个伤。还有什么伤？还有就是打擂台那场戏啊，打擂台那场戏，其实像打戏什么的，比如说一拳过去，我这边啪，就是你得自己做动作。结果那天呢，就是被一个无指的一个小朋友直接给我来了一拳，干鼻梁上了，啊，直接打字了啊，直接一拳，就是因为他要借位嘛，但是那个借位得特别近，结果他就是有点没把握好，一拳打鼻梁上了，然后呢，直接就青了一块，这算一个伤。还有一场伤是什么呢？我不是在这抱怨朋友们啊，我没有在这说我有多苦啊，没有啊，你们千万别往那边想，我只是跟你们分享这个说这个顺不顺这件事儿啊，我只是在跟你们分享顺不顺这件事儿啊，一点都不苦，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难忘的回忆。还有那场戏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记不记得有一场我和那个魏书玉我俩对峙，然后他把我的剑拔出来之后指着我，然后呢，于是乎呢，我那个什么拿那个剑套直接一转身，把那个剑就插回去了，然后直接别他的手，然后把那个剑收了。那场戏你们记不记得？我不知道啊。那场戏呢，本来他那种镜头呢，不可能一瞬间一下插进去，那都是两个镜头接，一个转身，然后另一个镜头直接接插好了，然后推进去，都是这么拍的。那天呢，你宁哥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疯了，我就觉得我想玩一个帅气的，我就真正就是正常拍戏是两个画面一切一接就拍完了。我那天想玩一个帅气，我就是想来个一镜到底。我拿那个剑鞘一转身，我就寻思能不能插进去，我直接就给你来一个就是绝世镜头，这个镜头绝对会在影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。结果玩脱了，那个剑是真剑，那个尖都是钢尖啊！我这么一转身一插，直接插在大拇手指头上。这个大拇手指头是个血管，当时就是开始往外滋冒血，冒血啊！当时就已经止不住了，那些现场那些老师都慌了，我已经懵了，我这怎么办？赶紧去医院吧，因为那个血止不住了已经。啊，滋往外冒，正好插血管上了。现在还有疤在这儿啊，现在还有个特别很深的一个疤，在这个地方。于是乎呢，就自己作嘛，自己作。然后呢，这也算就是，反正我拍《长歌行》那个戏，真的受了好多伤，啊，受了好多伤。但你看，就是凡是不怎么太顺的戏，好像都还行啊。所以那两天一直在想，我拍那个戏时，我怎么这么不顺？不是今天被剑扎了，就是你们今天后天崴脚了，又是被马踹了啊，这个怎么弄？啊，所以呢，就是值得。所以剩下小磕碰啥的，那就是不值一提了啊。有朋友说，宁哥啊，你要这样事儿，你赶紧跟我们聊聊孙英雄有多么的不顺。哎，好像我就跟个怨妇似的在抱怨。没有哦，你们是不是希望这个孙英雄被更多人就是来一起看，是不是？然后于是乎呢，就是让我来就是拉踩一下这个孙英雄，是不是？啊，
就是黑一黑他，是不是？就其实你们内心是希望他更好，对不对啊？说英雄这个戏真是，说英雄泡水里，说英雄那个，我觉得最难过的坎儿啊，其实不是肉体上的，是精神上的。精神上就是那个什么，就是那场水戏，掉水里那场戏，那场戏啊，确实是我能力的问题啊，是我能力的问题。然后确实有点受不了，那个是我心里有阴影。从那天从拍完那场戏开始，我就以后我也没办法，我肯定就是我觉得哪怕别人说我不敬业也好。我以后到了剧组，凡是有那种有水戏的剧本，我都不接。你想一想，给我造成了多大的一个伤害？凡是这个剧本里描写这个人，这个角色掉水里在挣扎，凡是有这样的描写，这种剧我都不接。啊，这是我给我自己的一个底线。无论这个剧多好，我崩溃受不了。不是我脆弱不坚强，是我真的这个坎儿迈不过去。我以前就迈不过去，结果经历了那一次之后，彻底崩溃了。确实，那个是我能力的问题。然后呢，我那天去配音嘛，配音我忘了啊，我不知道那段戏是不是最后连剪都没剪进去，因为确实用不了。在水底下挣扎没待过超过3秒的时间就已经呛水了。然后呢？因为我配音的时候没看到，应该是我要没记错的，没猜错的话，应该那个导演把那一部分剪掉了，好像是没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配音的时候没有啊，因为配音的时候哪怕是在水底下，我应该起码配一个就是那种，没有那段。有朋友说白拍了，我也不知道，到时候这个剧上了你们看一看。因为配音呢，只给你看有词儿的部分，那段确实没什么词儿。有朋友说白遭罪了，也不是白遭罪了，跟遭不遭罪没关系，就是确实你弄不了那个东西啊，导致就是可能你是那个什么啊，就画面人确实用不了啊。看看再从哪个方面这样拉踩一下这个，说英雄啊，我说英雄真的我拍的太难过了。我跟你讲，朋友们，我跟你讲，我当时就是崩溃了，我有点我当时拍说英雄时候真崩溃了，特别不顺。我想想怎么拉踩一下啊。当时拍那个说英雄的时候，朋友们，你们见过刚进组你们不用说那个你们见过刚进组1周开始拍重场戏吗？但很正常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朋友们啊，给你们讲一下，因为拍戏这个东西呢，你很多朋友是像我们看剧是从第1集开始看，然后看到比如说这个剧一共30集，从第1集看到30集，对吧？但演员拍的时候不一定。演员拍戏的时候，可能上来直接拍24集的故事，啊，直接拍24集的故事，或者直接第1天拍大结局，但很少，但基本上没有顺着拍的，没有说从第1集开始拍。你们看那个剧，你以为是演员从第1集开始拍，一集一集拍，1集、2集、3集、4集、5集、6集、7集、8集，这样一集一集拍吗？不是，都是今天拍。第1集的第5场和第16集的第7场和第24集的第65场都是基本这样的，啊，都基本这样的，一天可能拍5、6集的一个内容，5、6集内容。有朋友说为什么要这么样？为啥？我告诉你2个原因。基本原因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景的问题。因为在横店拍戏或者在某一个地方拍戏，比如说，
比如说就第一集的内容，第一个画面出现在街道上，然后一个那个男主角骑了一匹骏马，在这个街道上奔驰，突然撞了一个女孩，撞完这个女孩就上来就是急眼了，跟这个男演员开始就是吵，俩人开始吵架，吵完架，然后呢，于是乎呢，这个女孩回到自己的府中，跟她的丫鬟抱怨说，这个男的今天遇到一个男的特别的傻，然后呢撞了我还不给我道歉，跟我吵把火的。于是乎呢，完事儿呢，他爹又叫他过去到餐厅吃饭。于是他在这个餐厅吃饭，吃完饭之后，他又回到自己的房间睡了一觉，然后又睡觉睡不着，因为白天被撞的腿太疼了，于是又上山去玩了。你想想，就光这么我几个描述就用了4个景。第一街道，第二他的府中，第三餐厅，第四那个他的闺房，第五山上啊，5个景。剧组啊，每天光串这个景他是串不过来的。我这么说你懂了吧？因为整个剧组从这个景搬到这面，架机器在所有搬设备架好了，大概3个小时。这5个景就光架机器消耗了15个小时，你明白了吧？所以呢，每天拍的戏基本不会超过3个景的。所以比如说今天拍这个男主的房间，那比如说这一周都拍男主的房间，就所有在男主房间发生的事儿都在这一周拍，一天可能拍7场、5场、6场不一定，但是这一周都拍男主房间的戏，下一周7天拍女主房间的戏，这是第一个原因，为什么戏是这么跳着拍的。第二个原因是演员的时间啊，因为你有些比如说像一些主要的角色，他是这4个月都待在组里，但是呢，有一些就是过来客串或者过来特约的演员，或者是他戏份10几20场，基本像这样的老师呢，就基本都是这一周集中拍他的戏，集中把他的戏拍完，让人就是去接别的活去，啊，基本让他去接别的活去。所以呢，也是根据演员的时间是这样的啊。所以我刚刚想表达说，我刚进组说英雄1周，就跟着我拍重场戏，当时压力可大了，因为这个角色非常的难，这个角色非常难处理。然后呢，但第一周呢，就是看那个拍摄预告，我就拍重场戏，特别重的一场戏，特别重。然后呢，特别重。然后呢，我就特压力好大，你知道吗？我压力特别大，但没办法，就是我也理解剧组，因为他那个景确实，包括那个景能弹下来。其实你想想，说句实话，一个横店，现在横店大概几十个组，甚至上百个组在这个地方拍戏，一个景色都是比如说一个场景，好几个剧组去抢，真的好几个剧组去抢。可能比如说今天是1月28号。1月29号，光一个景色有3个剧组去谈，说我们29号能不能在这拍，能不能在这拍，就是排。所以呢，也是这个景非常的紧，但是我压力很大，拍这个重场戏，但没办法就得拍呀。有朋友说吊威亚嘛，不是吊威亚，其实武戏相对来说，压力不会特别大啊。就是拍武戏压力不会特别大的原因就是胆儿大就行，因为你只要告诉自己你别怕死，你就武戏这块你就是坎儿就迈过去了。难的是文戏比较难啊，文戏说你不是说不怕死你就能演好的啊，所以呢有朋友说结婚那场不是结婚场，不是结婚，是一个是一个自己的一场戏，就自己和自己说话的一场戏，但是那个具体是讲什么我也不能透露，但是我看那个剧本的时候，我觉得那场戏因为自己要讲好多话。啊，就是往后压力好大，然后提前几天我就开始背那个词，开始捋那些情绪，然后呢，而且我当时刚到剧组的时候，也没跟导演也不是特别熟，跟所有工作人员不是特别熟，我就怕什么呢？怕那个人瞧不起我，因为毕竟我是一个歌手来演戏啊，怕人瞧不起我，我压力好大。然后呢，但是那天呢，演完之后，
他们还挺满意的。后来那个编剧老师呢，后来有一次那个编剧老师我们吃饭，然后呢，他那天他估计也喝多了那天啊。那个老师挺好的，也没说喝多了，就是喝开心了啊。我们在这一块吃饭，喝开心了，说刘宇宁，我说怎么了，老师怎么了？他说，我跟你讲，你刚开机那场戏，我跟你讲，真的，我当时啊，我写剧本的时候，我都不知道拍出来是啥样。我说，那你意思，老师你是瞎写的吗？不是。我当时拍的时候，我当时写那个时候，我脑袋有一个画面，但是我想象不到这个演员演出来是啥样。但你演完之后，让我的画面成真了，真不错，真不错，可以。啊，当时其实我是不相信的啊，我是不相信的啊，我自己相信可还行，因为我知道那场戏我只能算是完成了它，但是呢，但是我想表达的是那场戏我压力非常非常大。啊，所以说拍《孙英雄》的时候不顺。有朋友说这给你厉害的，也不是。当然，我作为一个新人演员得到编剧的夸奖，我是很开心的。但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演员或者作为一个成年人，自己一定是心里有数的。人家夸你，一定要记住。我觉得所有的你们也好，所有的在奋斗中的人也好。别人夸你是别人夸你，但你千万不要认为你自己就真的那么优秀。就像我在我的粉丝眼里，或者咱家这些朋友眼里，你宁哥干啥都帅，不洗头都可爱。啊，哪怕说演出的时候唱错词了，啊，哪怕说演出的时候唱歌唱错词了，他们也觉得宁哥这是要证明我宁哥真厉害啊，唱错词真厉害。因为他是证明自己是在真唱，哎，所以你明白吗？所以就是作为一个人也好，你千万得自己有自知之明。别人夸你的时候，不代表你真的好，你要自己知道自己半斤八两。在微博，我叫摩登兄弟刘宇宁，下一次直播我带你研究。